天磊啊，你不妨告诉表哥，这位师太现在身在何处？表哥马上派人去把她请过来。表哥，这位师太乃是得道高人，神龙见首不见尾，我也弄不清楚她的行踪啊。师傅反正下了拜帖，人家要来，自己便会来，就不劳表哥费心了。好，甚好。讲讲吧，三公子跟三少奶奶这一路可有任何异常啊？异常？他们就老在别院里面，他待着不出来。我怀疑他俩压根就没有在别院里。这我们柯少爷都知道了，还有没有其他的？就是这个去别院的路上嘛。这个三少奶奶的丫头说是要给三少爷呢置办点补药，他又担心这别院的四周没有药铺，然后他就在途中进了一家药铺，但是全程我都盯着呢，他装完药立马就上车了，没什么异常。药铺啊，走吧。药，庆润堂，就这家铺子，当天小喜姑娘亲自去买的药。这白天关门，不做生意了？你去敲门，就说你买药。啊？不，这不合适什么呀？耽误了大事，弄死你！哎，给脸不要脸！掌柜的，开门呐！掌柜的，我来买药啊！掌柜的，小店今日有事，不做生意，您去别家买吧。哎呦喂，那就来不及了呀，掌柜的。那我家老母亲现在她等着要救命呢。掌柜的，你就行好吧，你救救我母亲的性命吧。掌柜的，哎呦喂，你赶紧跟。大哥，您别着急，您需要什么药？我也不知道啊，他早上起来就四肢抽搐，还神志不清，这吃什么药啊？快进来，快进来！哎，原来是这么回事儿啊！原来如此，光注意三少爷和三少奶奶了，竟然把江州的那个小子给忘了。早在江州之时，这小子就已经和瞎眼老太认识了。三少爷和三少奶奶定是听了这小子的话，才突然去了江州。哦，是的。哼，想害我柯世昭，没这么简单。王胡子，此时瞎眼老太必定就在药铺当中。无论你用什么办法，务必要在瞎眼老太出现之时，让这瞎眼老太沾上毒粉。此药能够渗透肌肤，即便没有服下，只要沾上一点儿，那也可深入骨髓。是少爷，小的一定办到。哼，既然如此，那本少爷就来个瓮中捉鳖，等着你们亲自把这瞎眼老太送到我的囊中来。还不快去！哎，是。师太，今日你我的冤屈就要昭示于众，让那祈福的老太君知道
柯世昭的丑恶嘴脸。七三少爷吩咐过，让我们神不知鬼不觉，打他个措手不及，让他无从招架。七三少爷和少奶奶会在府内接应咱们。你放心，我一定知无不言，言无不尽，为我儿子伸冤。哎，我已备好马车，咱们还是小心些好。来。来，老板。师太，师太，可怜可怜我吧，给我2个铜板吧，我已经2天没吃东西了，好饿。师太，给你，快走吧，谢谢我们还有急事。谢谢师太，谢谢师太，谢谢师太。来。就是他们，去把他们带进来。是，走。来，师太，你怎么了？没事儿，走，我们办正事儿。哎，走。奶奶，师太已经到咱们齐府大门口了。快快有请。是。柯世昭看起来成竹在胸，有恃无恐。是啊，怎么看起来不太在乎的样子？事出反常必有妖。阿弥陀佛，敢问尼师法号？贫尼法号陆玄，路经贵宝地，得知齐老夫人慈悲为怀，一心向善，又受刘施主结缘牵线，特来拜会。善哉善哉！太好了，愿和师太深参佛法1、2。师太，请。小巧，上茶。是。这是老太君珍藏多年的上等好茶，今日啊，特意拿出来招待贵客的。奶奶，那我跟冰燕也讨一口好茶喝，听听师太评这红尘中的禅意。小施主言语红尘，我们这些出家人呐，何尝不是了断凡尘才遁入空门的？老尼在出家之前，也曾有过一段血海深仇。
什么血海深仇啊？师太，您请讲。当年我出家之前，曾有一子，我们母子二人相依为命，以乞讨为生。虽过得艰辛，却也是母慈子孝。怎料有恶人哄骗我儿，好吃好喝的养着我们母子。那日我儿感风寒，在一家药铺抓药喝下，可怎知那恶人为了夺取那家药铺，竟在我儿喝的药里下毒，害我儿惨死。我出家之前曾有一子，那日我儿感风寒，在一家药铺抓药喝下，可怎知那恶人为了夺取那家药铺，竟在我儿喝的药里下毒，害我儿惨死。那恶人又利用我儿的死，诬陷那家药铺，说是抓错了药，害死了人命。一时间，我们家和那药铺商户都是家破人亡。可那恶人现在还逍遥法外，甚至他要置我于死地。怎么师太这往事听起来好耳熟啊？奶奶，你可还记得之前带您见过一个叫做寂静堂的少年，向您状告的江州惨案？陆玄师傅，你刚才说害死你全家的那个恶人姓甚名谁，何方人士？师太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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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师太中毒了。是你沏的茶，你想害师太？三少奶奶冤枉啊！这茶是老太君的，方才也是在这儿沏的茶，大家喝了都没事，怎么只有她中毒了？谁知道你有什么招数？罢了罢了，若是不信的话，我喝了便是。瞧瞧，我也没中毒啊！天雷啊，这茶有没有毒，谁也说不准。或许是在别处中的，只是来到祈福，突然发作了而已。不对呀，外祖母，或许是我们生意上的死对头做的，想嫁祸给我们齐家，然后趁机抢夺我们的生意啊！有这种可能，生意场上尔虞我诈。哎呀，不提这个了，师太要紧，快请郎中，赶紧送师太回界上心院，快！老太君，我也去吧。去。如何？幸好有师父留给我的保命丹药，已经暂时压制住了师太体内的毒性，保住了性命。不过，师太的嗓子怕是已经被毒哑了。
就差1天，这下可怎么办？师太说不出话，也不会写字，那满肚子的冤屈不就无法申诉了吗？敬堂兄弟，你们来祈福的路上是否遇到过什么蹊跷之事？没有啊，我们是坐马车来的，一路上都平安无事。你再仔细想想看呢。哦，对了，倒是有一件无关紧要的事。当时师太正要上马车，突然有一个小乞丐跑了出来，一直抓着师太的手不放。师太，可怜可怜我吧，给我2个铜板吧。我看他可怜，就给了他2块铜板。后来师太上了马车之后，一时觉得手臂奇痒，一直抓挠，手都抓红了。这毒竟然是小乞丐下的，难怪柯世昭有恃无恐，正堂端坐，原来早就在师太来的路上下了毒，还可以在奶奶面前撇清嫌疑，是我们大意了，实在是太恶毒了，杀死了师太的儿子，现在又想毒害师太。为奸之计，就只能等着师父回来，看看有没有办法能解掉师太的毒。但若是柯世昭知道师太中毒未死，定不会善罢甘休。我们得想个办法，骗过他才行。先生，就不能再试试吗？姑娘，师太都已经断气了，这即便是华佗在世，他也不能起死回生啊！我看还是抓紧准备后事吧。先生，哎呀，这可怎么办呀？师太，你怎么就这么死了呀？哎呀，死了！来人啊！来人呐！来人呐！小姐，来人呐！来人！来了来了！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发生什么了？师太七窍流血，死了。三少奶奶，三少爷，这还是找人赶紧抬下去吧，留在咱们府里多晦气啊！小巧，要不此事就交给你来做。啊不，三少爷，这种事我也没干过呀，您还是找别人吧。老太君那边还要我伺候，我先退下了。太可怕了，太吓人了。小乔，如何了？确定断气了，这下你别放心了。你确定吗？我这双手亲自探的，那老尼姑七窍流血，可吓人了，确实断气了。小乔，没事，从此以后，我们就可以高枕无忧了。老太君，喝点茶吧。师太的后事如何了？
回老太君，三少爷买了顶好的棺木，已经将师太送出去了，说是要在城外的庙里停棺3日，请高僧来做3天法事，之后就入土安葬了。老太君，您便放心吧。唉，话虽这么说，可师太毕竟是在我齐府身亡的，叫我怎么能够放宽心？小乔啊，你去忙吧。今天我要为师太念经祈福。是。这三少爷和三少奶奶，当真是十分难缠呀。前几日，关师傅传来消息，他将三少爷和三少奶奶在江州的所有事情，全部一五一十地汇报给了我。我们这三少爷和三少奶奶的确是有些本事啊，差点将江州最大的赌场收入囊中了。可从没听说过咱们三少爷会赌啊。我看8成啊是那三少奶奶的鬼主意。哎呀，我早就提醒过你了，这三少奶奶不是什么省油的灯，看似心直口快，其实呀一肚子弯弯绕绕，和那三少爷在那寄畅心院住着，整天也不知道在谋划什么呢。没想到啊，一个冲喜，竟然给齐天磊冲出一个帮手来。既然如此，那我们现在的首要任务就是剔除掉这个帮手。你想怎么做？你觉得三少爷和三少奶奶他们2个关系如何？那还用说吗？小夫妻俩蜜里调油似的，感情好得不得了。蜜里调油，我倒要看看他们能够好到几时。这天下的夫妻，有几个能够一直你侬我侬的？你的意思是要离间他们？没错。可人家新婚燕尔，感情好着呢。我知道一人，若是此人来到齐府，定可成事。我们只需要推波助澜，在暗中秘密替他谋划，而我们便可坐收这渔翁之利了。是谁呀？贺少爷，按您的吩咐，于府小姐请来了，快请。秀波妹妹，好久不见。柯公子。秀波妹妹客气了。还记得老太君把我带到齐府之时，你日日跟着天磊，随着天磊一起唤我表哥。怎么，这些年过去了，倒生分了不少。不如还是按照儿时的叫法，唤我一声柯表哥吧。柯表哥。这一晃啊，这么多年过去了，秀波妹妹已经出落的是个绝色美人了。我这次来苏州谈生意，路过于府，就想着秀波妹妹已经满了3年校期，应当是可以会客了，就特意来问了问。果然见到了秀波妹妹。时间过得可真快，一晃祖母已经过世3年，如今这世上就只剩下秀波无依无靠一个人了。妹妹，来，快请坐。坐。妹妹不必伤怀，你这么伤怀，让我这个故人看着都开始心疼了。本宫再问你一次，你为何阻止我选其他人？微臣
微尘，因你从前心里对我有愧。你看来老天都看不过眼，你这狼心狗肺的东西，让你如今又反在我手里。怎么，不敢承认？是，我是对你有愧，但你就无愧于我吗？从前那些破事，吵了20年都没个结果。我就问你一句，今天你干什么来了？就是想来看看18岁的你。只是看看？不然呢？也想再帮一下殿下。那你可真会帮，把父皇给我的人选帮到只剩你自己了。是我不该插手公主之事，但我也是诚心希望公主日后能够过得好。这一点，无论是过去还是未来都没变过。你希望我过得好就是。我也杀了他，也算是两清了吧。我真是没想到，竟是这样的一个结果。你说怎么办吧？别的选择都是未知数，但既然你我彼此熟悉，微臣斗胆求取殿下。有朝一日，殿下能为自己解了围，可重新选择。裴文轩，既然上天又给了我一次机会，我不想再过以前那样真心错付、勾心斗角，都到最后又孑然一身的日子了。如若我依旧选择你，那我们和以前还有何区别？重走一遭，依旧只会有一个盟友，互相利用、互相算计吗？你我都深知，在内廷之中，丈夫、亲人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手中的权力。可是，当走到顶端的时候，当一个人孤孤单单的走在人世间，便会羡慕人间烟火繁华。你，我，曾经都站在过顶峰。你说，孤家寡人和孤魂野鬼会有何区别？天要下雨了，你去准备些伞吧。好，公主，宫里的公公说，如今时候差不多了，可以散旗了。就说我身体不舒服，你替我去送送他们吧。是。那样的日子我受够了。如此，你觉得我还应该嫁你，继续过那样的人生吗？这一场指婚，我们都没得选，我们都只是为了权势。认真论起来，并没有什么真感情。而钱真真的事情，让我们认清了彼此。你心里有人，只是之前没有说清楚，现下明白了，
也不是什么大事。毕竟我也可以心里有人。可既然如此，你为什么不早一点说清楚？这样，往后我们还是照样过。但是我希望你清楚，我不再是你妻子，你也不再是我丈夫，我们各过各的，各找各的乐子。但是你要答应我，既为盟友，便永不背叛，如何？说话，裴文轩，你说话。你若不说话，我便认为你对我很有感情。可你若对我有感情，还去掺和他的事，那可就太恶心了。我们就不应该在一起。我现在就去请禀父皇，我们和离吧。殿下这是何必呢？那你说怎样？既为盟友，殿下应当知道，和离对你我来说并不是好事。从今往后，我们就顶着夫妻的名义过好各自的生活。既为盟友，绝不背叛。倘若背叛，不得好死。果然，我们都应试。看来，到底是什么都瞒不过公主殿下。从前的恩恩怨怨，早就说不清楚了。臣本无意打扰，只是念在毕竟夫妻一场，想着以后再也见不着了，便想来看看。没成想，没控制住，多管闲事了。好一个多管闲事！你是不是觉得，你若不来，本公主便嫁不出去了？还是你本只是想替我把把关，不成想只见一个苏荣清，就让你感到不适？公主说笑了，臣岂敢？全臣做酒，夺嫡你都敢，还有什么是你不敢？殿下不必再揶揄微臣了，不如想想，以您现在的情形，若是不选微臣，您还可以选谁当驸马来替您挡灾呢？少装！你怕是早就想好托辞了吧？以现在的情形，难在圣上猜忌。公主殿下若是选世家子弟为驸马，恐怕会出了陛下逆鳞。但其实，只要太子殿下继位，公主殿下日后便可前程无忧。到时候，您与苏公子再续前缘也不迟。所以啊，当下最重要的是保住太子殿下。娘娘，母后，母后，你可知父皇给姐姐选的都是些什么人啊？要么是五大三粗的莽夫，要么是门第不高的寒酸小子，剩下的一个痴傻，一个花柳客。父皇如此怠慢，母后为何不替姐姐做主？你父皇一向忌惮你这个太子，你可知为何？为何？因为我们上官家族
乃当今第一大世家。你父皇真正忌惮的，是在背后支持你的上官家。倘若你姐姐再与世家结合，那么将来何人能阻挡你们姐弟？建国之初，皇室确需借助世家之力，可现如今国祚已稳，世家却成了皇权最大的威胁。你的太子之位和你姐姐的幸福，只能选一个。母后说的字字句句，儿臣都明白。可若我这太子之位要以牺牲姐姐一生的幸福为代价，那我宁可不要。你说的这是什么混账话？你说不要便不要了？你的血统会跟随你一生，即便你不想，你背后的世家也不允许。此事由不得你我。但崔玉郎、杨家，还有宁世子这三人里，崔玉郎出身寒微，您若嫁给他最无用处。更何况他性格浪荡，爱写诗词，多的是把柄。您若真嫁给他，恐怕会给太子殿下带来麻烦。再说杨家，这杨家则是权势过剩，而杨权的性格则过刚过锐。陛下在这时候想让杨权与公主联姻，其本质上是对杨家动了心思。公主若是这个时候嫁给杨权，怕不久之后陛下就会动手，到时候公主也必会牵扯其中，而太子殿下也脱不了干系。的确，今日所见，杨权不过一介莽夫。但微臣倒觉得宁世子是个不错的人选。宁国侯乃是当年陛下的伴读，还替陛下挡了箭。陛下乃是重情重义之人，所以微臣觉得，公主殿下若是能嫁给宁世子，也是件好事。更何况宁国侯为人稳健，宁世子痴傻，几乎不出门。对于婚事来说，虽然不是好事，但至少不会给太子殿下拖后腿。更重要的是，这宁世子身体不好，以之前的情形，再过2年冬天，宁世子就得病逝了。只是，微臣担心，若是公主殿下嫁给宁世子，会遭到宫里所有人的嘲讽，怕您扛不住。你倒是会操心。若我扛得住嘲讽，照你的意思，我嫁给他，待日后他病逝，川儿登基，我便可再嫁。正是如此。你考虑的这么周全，我不嫁你，我有了出路，那你怎么办？殿下不必替裴某担心，裴某有自己的路。行，裴公子真是好骨气。既然如此的话，天色也不早了，裴公子请回吧。若不早点走，一会儿马车让染了泥，怕又要被管家骂吧。好，裴某想走很久了，谢殿下恩赏。狗东西！等等。子谦，我们立场不同，恩怨是非也说不清楚。不管眼下是场梦还是真，既然上天给了我们一次重新来过的机会，那我们从今往后不必相见，各自安好吧。好，这便是裴某见公主殿下最后一次。从今往后，桥归桥，路归路，一别两宽，各生欢喜。
慢着，不是说好了下晚起吃？原以为摘的心在伤，却只已是深秋。若非与你同，繁花也是寂寞一种。